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法国北部的塞纳河畔。它是一个充满魅力和历史的城市，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列，吸引了数百万游客每年前来探索。我们将探讨巴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以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巴黎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凯尔特人时代。它在中世纪成为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巴黎的历史可以通过参观著名的地标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来体验和了解。巴黎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从古代到现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它只是一个位于塞纳河畔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发展，交通便利，成为了贸易和交流的中心。在罗马帝国时期，巴黎被称为卢提莎，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并在公元1世纪至4世纪期间进行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罗马时期的巴黎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在中世纪，巴黎成为了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卡洛琳王朝的国王在巴黎建立了皇宫，并将城市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法兰西王国的崛起使得巴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王国首都，吸引了许多贵族和知识分子。卡洛琳王朝是一个最初起源于法兰克王国的王朝，属于法兰克王国的第2个朝代，由查理曼大帝所创立。他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成功地统一了法兰克王国，并在西欧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为了加强王权和提升国家的地位，卡洛琳王朝的国王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巴黎建立了皇宫，现为罗浮宫。这座皇宫位于塞纳河畔，成为卡洛琳王朝的宫廷和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方便国王监控国家事务，也成为王权的象征。皇宫的建立象征着卡洛琳王朝在法兰克王国历史上的新阶段，同时也奠定了巴黎作为法国政治中心的地位。皇宫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当时的罗马和拜占庭风格，展现了卡洛琳王朝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宫殿内部装饰丰富，反映了中世纪早期的宫廷生活。此外，皇宫周围的城市发展迅速，形成了现代巴黎的雏形。罗马和拜占庭风格，两者皆为古代建筑风格的代表，各自拥有独特的特征。罗马风格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其特点包括大规模的建筑、拱门、穹顶和巨大的柱子。罗马建筑注重实用性，追求建筑的宏伟和坚固。罗马建筑的代表性作品包括罗马竞技场和罗马浴场，这些建筑物展现了古罗马人在工程和建筑方面的卓越造诣，同时彰显了其对建筑艺术的重视。拜占庭风格则起源于罗马帝国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其建筑风格在基督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拜占庭建筑的特征包括圆顶、拱门、马赛克艺术和穹隆。拜占庭建筑强调对神圣的尊崇，建筑形式更注重细致和艺术性。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建筑的经典代表，其圆顶结构和华丽的马赛克装饰成为后来基督教建筑的灵感之源。尽管罗马和拜占庭风格各自独立存在，在中世纪欧洲的建筑发展中却相互影响。罗马风格的大教堂和拜占庭风格的元素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在中世纪晚期，巴黎的建筑风格开始转向哥特式。圣母院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其壮丽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雕刻使其成为巴黎的地标。巴黎的哥特式建筑在整个欧洲都有影响力，并成为中世纪建筑的代表。哥特式建筑作为一种迷人而独特的建筑风格，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法国。这一时期，欧洲逐渐摆脱了罗马式风格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建筑时代。哥特式建筑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在中世纪初期，欧洲处于信仰的巅峰时期，基督教教会在欧洲社会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为了表现宗教的崇高和神圣，建筑风格也开始转变，从厚重的罗马式转向了优雅而飘逸的哥特式。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哥特式建筑的尖拱和尖顶。这种尖拱的使用不仅加强了建筑的垂直感，使建筑物显得更加高耸而庄严，尖顶的运用则让建筑在视觉上通向上方，仿佛指向天堂，凸显了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在建筑细部上，哥特式风格注重装饰和细节的精致。建筑上常见的事物包括石雕的尖塔、飞檐花窗玻璃和尖顶上的装饰。这些装饰不仅为建筑物增添了艺术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美的追求和对神圣的敬仰。在文艺复兴时期，巴黎成为了法国文化的中心，许多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聚集在巴黎，并在这里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巴黎的艺术氛围和文化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寻求灵感和交流。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欧历史上一个极富活力的时代，通常被认为是从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对古典文化的再次重视，对知识的追求、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以及社会风气的变迁。文艺复兴的兴起与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时代的开始密切相关。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对知识的掌握和控制十分严格，而文艺复兴时期则见证了人们对自由思想和学问的追求。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的价值、知识的追求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艺术方面，文艺复兴见证了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的繁荣。画家如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杰出的艺术家崛起，创作了众多传世之作，追求对称、比例和古典元素的再现。这也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中，如佛罗伦斯的美第奇宫。科学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也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更深入探索。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地动说，开启了现代天文学的大门。显微镜的发明使得生物学和微观世界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文艺复兴的影响也使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变革。由于人文主义的思想强调个人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并为后来的启蒙时代埋下了种子。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巴黎成为了思想和知识的中心。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在巴黎发表了重要的著作，并推动了社会和政治改革。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强调理性、科学、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以及对封建主义、教权主义和迷信的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倡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可以透过理性和科学方法来理解世界，并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反对绝对主义和封建制度的不公正。其中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法国的伏尔泰，他主张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反对君主专制。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倾向于使用清晰与明快的语言去传递知识。英国的约翰·洛克提倡政治上的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法国的蒙田则以他的人类物质论批判当时的社会和宗教。启蒙运动的思想也在政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是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启发，强调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反对专制统治。
美国宪法和法国人权和公民自由宣言中的许多原则都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理念。此外，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研究推动了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然而，启蒙运动也受到了当时社会和教会的反对，许多思想家因其挑战传统权威而受到迫害，但他们的思想最终影响深远，为后来的现代自由主义和人权运动奠定了基础。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一场重大社会和政治变革，对巴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黎成为了革命的中心，许多重要事件和示威活动在这里发生。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君主制的终结，并为现代法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拿破仑时代是19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时期，拿破仑对巴黎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城市规划，他下令修建了许多新的建筑和公共工程，包括凯旋门和巴黎歌剧院。这些改革和建设使得巴黎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并奠定了巴黎作为世界文化和艺术中心的地位。法国政府的所在地是位于巴黎的爱丽舍宫，这是法国总统的办公地点。爱丽舍宫是一座宏伟的宫殿，也是法国的象征之一。巴黎拥有一个繁荣的金融和商业区，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德芳斯区。拉德芳斯区是欧洲最大的商业区之一，拥有许多国际公司的总部和办事处。这里有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办公室、商场和餐厅，是巴黎的商业中心。巴黎是世界时尚和奢侈品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许多知名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都来自巴黎。这里有许多时尚展览、时装周和奢侈品店。巴黎的时尚产业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巴黎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丰富了巴黎的多元文化社区。移民对巴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为城市带来了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和多元饮食，丰富了巴黎的社会生活。巴黎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美食之都，拥有众多精致的餐厅和独特的美食文化。这座城市以其高品质的食材、精心制作的菜肴和独特的烹饪技巧而闻名。巴黎的餐厅种类繁多，从传统的法国餐厅到国际美食餐厅，应有尽有。您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无论是法国经典菜肴还是国际美食，都能满足您的味蕾。首先，法式奶油蛋糕是一道经典的法国甜点，由奶油、蛋黄和香草制成。它的特点是上面覆盖着一层烤过的糖，形成了一种脆脆的外壳，给人一种极具诱惑的口感。其次，法式鹅肝酱是一种奢华的美食，由鹅或鸭的肝脏制成，其质地柔软，口感丰富，经常被视为高档菜单的经典之一，常作为开胃菜或精致配料。除此之外，法式奶酪也是法国美食的代表之一。法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奶酪品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品尝法式奶酪是一场令人陶醉的味蕾之旅。此外，法式蜗牛是法国传统的美食之一，以蜗牛作为主要食材，搭配蒜酱和香草黄油，呈现出独特的口感和风味。最后，法式鹅肉以其独特的鹅肉菜肴而闻名，烤鹅肉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道菜，将鹅肉烤至金黄色，并搭配橙子酱汁，带来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在巴黎的餐厅里，法国美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还包括了各种国际美食。您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如意大利披萨、日本寿司、印度咖喱等。总之，巴黎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和独特社会特点的城市，
它作为法国的首都和全球重要城市，拥有着巨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巴黎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在历史、社会或文化方面，巴黎都展现着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